今天我们聊聊伊隆·马斯克和推特的故事。这是一个系列，共4集，今天播出第1集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杰森要讲这个呢？因为这个故事和我们正在亲身经历的历史进程很有关系。2025年，川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，把美国数字服务部改名为政府效率部，并成立了一个由马斯克领导的18个月特别工作组，专门削减联邦开支，提高行政效率。这事儿一出，外界炸开了锅，很多人都发现马斯克2022年收购和改造推特时的做法、风格以及背后的逻辑，和这次改革的思路如出一辙。沃尔特·艾萨克森的《马斯克传记》生动地记录了这一过程和其中种种有意思的细节。我们的这个系列节目地素材就是来自于这本传记。希望大家在听过这个系列节目后，能更清楚地看到时事的脉络，了解纷繁现象之后的实质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2022年4月，马斯克正站在事业巅峰，特斯拉销量1年内猛增71%，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，几乎是全球9大汽车制造商的总和。SpaceX 第1季度发射的载荷质量比全球所有国家和公司加起来还多。它的猎鹰9号仍然是全球唯一可重复使用的轨道级助推器，而星链已经为40个国家的50万用户提供了互联网。它的其他公司也在稳步推进。按理说，这一年他本该稍微歇一歇，但马斯克从来不习惯停下来。每当公司步入正轨，他就像刚打通关的游戏玩家，开始不安地寻找下一个挑战。他的弟弟金伯·马斯克也说过，每次马斯克登上高峰，他就会主动制造一场危机，设定一个不可能的目标，宣布一项新技术突破，或者亲手掀起一场变革。这次他把目光投向了推特。马斯克一直喜欢推特，对他来说，推特就像是一把武器，一个随时可以点燃舆论的火焰喷射器。他在这里可以畅所欲言，也能随时主导热点话题。2018年，他曾因几条推文陷入法律风波，比如那句“资金已到位”，让 SEC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盯上了他，还有潜水员事件中的不恰当言论，也引发了巨额诉讼。但这些事儿并没有让他收敛，反而让他更离不开推特。他最爱引用电影《角斗士》里的台词：“你不觉得这很好玩吗？你们不就是为了这个来的吗？”这句话几乎成了他推特风格的写照。到了2022年，他对推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。美国的政治极化越来越严重，他觉得推特的内容审核开始变得偏激，许多不同声音被压制。当时他并不喜欢川普，但他认为推特永久封禁一位前总统是荒谬的。他的朋友们也鼓励他站出来挑战这种思想审查。硅谷投资人乔朗斯戴尔给他发短信说：“我们的公共言论空间不能随便被审查。”马斯克回复道：“现在的情况就是隐藏的腐败。”播客主持人乔罗根问他：“你会解放推特吗？”马斯克回答：“我会给他们一些建议，他们听不听就看他们了。”他开始认真思考，推特还能不能按照他的想法运作。他在推特上发起投票，问网友推特是否真正践行了言论自由。结果超过70%的投票者选择了没有。他又问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平台。结果这次推特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多西悄悄给他发了私信。是的，对此马斯克的回复是：如果可以，我愿意帮忙。这时候他还没想过要收购推特，他更倾向于参与其中，或许是投资，或许是施加影响。但几周后，推特董事会的一些成员主动联系他，希望他能加入董事会，帮助推动改革。3月31日，他和推特 CEO 帕拉格·阿格拉瓦尔及董事会主席布雷特·泰勒在旧金山一家 Airbnb 农舍秘密会面。他对这个 CEO 阿格拉瓦尔的第一印象是，他是个很好的人，但很快他意识到，这恰恰是个问题。在马斯克看来， CEO 不能只是很好，而应该是一个喷火龙，能在危机时刻果断决策。而阿格拉瓦尔显然不是这种人。推特董事会邀请马斯克加入，并设定持股上限 14.9%， 他起初同意了。
但当他细看协议时，发现其中有条款限制他公开批评公司。他非常生气，一个应该是公共广场的平台，居然想限制我的言论自由。于是他决定拒绝董事会的邀请，改为直接收购推特。他的朋友们开始担心。PayPal 的联合创始人卢克诺塞克和肯豪里对他说，这可能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。马斯克轻松地笑了，回答说，这肯定会很麻烦，但他仍然相信推特需要改变。他的终极目标是让推特成为一个可信任的平台，至少是成为一个不会被广泛不信任的平台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他开始更认真地考虑如何改造推特。他提出，推特的推荐算法应该是开源的，让用户能够查看哪些内容被优先推广，哪些被降权。他还设想了一个基于订阅的验证系统，用户可以支付少量费用获得蓝色认证标记，这不仅可以减少垃圾信息，还可以为推特带来新的收入。他甚至开始畅想一个更大的愿景，将推特变成一个包含支付、新闻、社交和人工智能的超级应用，类似于他最早构想的 XCOM。2022年4月7日，马斯克出现在特斯拉德州超级工厂的开幕活动上。这原本应该是一个展示电动车制造成就的时刻，但在他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们都在讨论同一个问题。推特甚至他的母亲梅耶都在问他，你真的要接手这个麻烦吗？第二天，他和弟弟金伯共进午餐，谈论着他与推特董事会成员的接触。马斯克沮丧地说，他们人不错，但没有一个人真正用推特，我不觉得他们能做出什么改变。一个更激进的想法也在他脑海中成型，与其加入推特董事会，不如直接买下它。他开始认为推特正在走向衰落，而仅仅作为董事会成员，他无力阻止这一切。所以我想，也许我应该直接买下推特，把它私有化，然后修复它。当天晚上，马斯克飞往他的朋友甲骨文公司创始人拉里·埃里森在夏威夷的私人小岛，计划在那里度过一个宁静的周末，但他的思绪却一直停留在推特。他失眠了，整晚都在思考推特的问题。凌晨3点32分，他发了一条推文，这些顶级账号几乎不再发推，推特是不是在走向死亡？这条推文让推特 CEO 阿格拉瓦尔措手不及。早上6点30分，他发短信给马斯克，你当然可以发推特是不是在走向死亡，或者其他任何推文，但我有责任告诉你，这样的言论对推特目前的改进没有帮助。这条短信措辞克制，小心翼翼地避免惹恼马斯克。他还在短信中说，他们应该尽快通话，以避免这种干扰影响团队工作。但马斯克的回复就一句，那你这周到底完成了些什么？这是他的一句的典型的攻击性言辞。他随即连续发出3条决定性信息：1. 我不加入董事会； 2. 这完全是在浪费时间； 3. 我会提出收购推特的提案。阿格拉瓦尔震惊了，他们已经宣布马斯克加入董事会，而马斯克自己毫无预警地改变了计划，转而要发起收购。推特董事会主席泰勒也立刻发短信给马斯克，能聊一下吗？但马斯克没有理会，他此时还在思考另一个问题，是不是应该干脆创立一个新的社交网络。马斯克一边和弟弟讨论新的平台，一边再次向推特董事会明确表态，请准备好迎接我的私有化收购提案。推特董事会主席泰勒再一次试图与马斯克沟通，能花5分钟让我理解你的想法吗？马斯克的回复简洁而坚决，聊天解决不了问题，推特需要彻底变革。泰勒尝试说服他，你刚刚加入董事会才24小时，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？马斯克没有立即回复，他等了2个小时后才发了一条短信，我要起飞了，我们明天再聊。马斯克后来回忆说，当他到了夏威夷之后，他就意识到自己作为董事会成员无法真正改变推特的命运，他们会听着，然后点头同意，但什么都不会做。我不想成为一个被收编的傀儡。这个解释听起来有条理，但实际上，当时他正处于极端兴奋的状态，情绪高涨，行动冲动。4月9日下午，他给自己的财务顾问波查尔发短信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收购推特，这不是开玩笑。波查尔立刻联系了摩根士丹利的银行家，他们开始讨论一个合理的收购价格以及如何筹集资金。与此同时，马斯克仍在推特上挑衅，他发起了一项投票，询问用户
是否应该将推特旧金山总部改造成无家可归者收容所，因为根本没人去上班。投票吸引了150万人参与，91%的人投了支持票，这让推特管理层感到不安。泰勒再次发短信：今晚能聊一下吗？我看到了你的推文，想紧急了解你的立场。但马斯克没有回应。到了4月14日，他已经下定决心。他当时正在加拿大温哥华参加 TED 大会，住在酒店里。他拿出手机给泰勒发去最终决定。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，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决定。我决定推进推特的私有化收购，我今晚会发出正式提案。随后，他发送了一封正式收购信，报价54.2美元每股，总价约440亿美元。他在信中写道：我投资推特，因为我相信它有潜力成为全球言论自由的平台。我认为自由表达是民主社会的基本要素，但在目前的形态下，推特无法发挥这一作用。因此，我决定收购推特，并将其私有化。他强调，这是我唯一的报价。如果不接受，我将重新考虑作为股东的立场。当天晚上，马斯克出席了一场晚宴，并没有讨论推特，而是和嘉宾们聊起了生命的意义。第二天凌晨，在旅馆房间里，他发布了一条简短的推文 ：I made an offer， 我提出了收购提案。这一刻，他的命运与推特正式绑定。马斯克开始寻找更多的外部投资人来支持这笔交易。他的弟弟金伯拒绝了，但他的朋友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拉里·埃里森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马斯克询问他愿意投多少钱，埃里森随口答道：10亿吧，或者你建议多少都行。他甚至想不起自己的推特密码，最后还是马斯克亲自帮他重置了账户。尽管埃里森自己不怎么用推特，但他仍然认为推特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，是一种独特的实时新闻平台，因此值得投资。与此同时，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的创始人萨姆·班克曼·弗里德也对这笔交易表现出浓厚兴趣。这个萨姆就是后来因为利用 FTX 进行欺诈和挪用客户资金而被判入狱25年的那位。萨姆希望将推特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上，并愿意投入50亿美元。但马斯克对此兴趣不大，他一直对加密货币保持一定程度的调侃和娱乐性态度，比如他热衷于狗狗币，但他并不真正相信区块链可以支撑推特这样快节奏的平台。最终，他拒绝了班克曼·弗里德的投资，甚至在对方直接发信息给他时，他还回了一句：问抱歉，你是哪位？马斯克最终敲定了一系列投资人，包括埃里森、红杉资本、币安、安德里森、霍罗威茨风投公司，以及来自迪拜和卡塔尔的基金。沙特王子阿尔瓦利德也同意将他在推特的投资转换为股权，成为交易的一部分。4月25日下午，推特董事会正式接受了马斯克的收购计划，等待股东批准后，交易将在秋天完成。杰克多西给他发消息说，这是正确的道路，我会尽全力让它成功。但马斯克并没有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，他当晚飞往德州南部的星际基地，照常参加 SpaceX 猛禽引擎的研发会议，讨论如何解决甲烷泄漏问题。推特的交易成为全球新闻焦点，而在他的工程团队中却没人提起这件事。他们知道马斯克更喜欢专注于手头的工作。几天后，他在洛杉矶和4个儿子共进晚餐，他们对推特的收购感到疑惑，于是直接问他，你为什么要买推特？马斯克回答说，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包容而且受信任的数字公共广场。然后他停顿了一下，带着一丝调侃补充道，不然我们怎么让川普在2024年重新当选？他的孩子们顿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，他连忙笑着说自己只是开玩笑。但对马斯克来说，他的玩笑有时候很难分辨是真是假，也许连他自己都不确定。他的儿子们最终接受了他的解释，但仍然认为这笔交易充满风险。他们对他说，你是自找麻烦。接下来的几周，他开始频繁进出推特总部，并逐渐意识到自己可能高估了这家公司。推特的豪华总部大楼几乎空无一人， CEO 阿格拉瓦尔因感染新冠病毒而远程参会， CFO 内德西格尔主持了会议，但马斯克对西格尔的表现极为不满，尤其是关于推特平台上机器人和垃圾账户的数量的问题。推特公开披露，垃圾账号占比不到5%。
但马斯克的经验告诉他，这个数字被严重低估。他要求推特管理层解释他们如何得出这个结论，但对方的回答却含糊不清，甚至承认自己无法提供具体数据。马斯克开始对推特的运营效率提出质疑。他问：你们的工程师每天平均写多少行代码？为什么推特有250名工程师，而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团队只有200人？他发现推特每年在服务器上花费10亿美元，但没人能清楚解释这些计算资源究竟被用于哪些功能。马斯克的疑虑逐渐加深，他开始考虑退出交易。在2022年夏天，社交媒体公司的股价都在大幅下跌，脸书跌了 4%，Snap 跌了 7%， 而推特的股价也比它的报价低了 10%。 他越来越清楚自己为这笔交易支付的价格远远高于市场价值。他开始对身边人抱怨，这笔交易需要我和推特承担大量债务，而推特可能正在走向失控，或许他值的价格只有我出价的一半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应该承担这么复杂的挑战。他自言自语道：我有个坏习惯，总是咬得比能吞下的多，我是不是该少想点推特的事？也许我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。